小雅也知道这件事，她本就不接受林医生的感情，知道林医生和他诊所里的护士不清不楚，她怎么可能还会选择林医生呀？林医生是输定的了，除非他对小雅用强，否则他都得不到小雅。小雅是属于我的，他若敢对小雅不礼貌，我会让他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。在战月看来，林健也属于理智的那种人，为了前途，林健不会针对小雅怎么样的，他一直盯着呢。姓林的若敢对小雅不敬，他随时能赶到现场来一次英雄救美。听了孙子的话，老太太松口气，说道：“还好，我的孙媳妇不会被别人抢走。”战月看着奶奶，说道：“奶奶，你这是有多不信任你的孙子呀？还担心我瞄准的人被人家抢走？怎么可能？那是关我下半生的幸福呢。他们战家的男人专情，一旦动了真心，便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追妻路再难，他们也会坚持到底，一定会抱得美人归的，否则余生就要打光棍了，因为他们不会再爱上别人。”顿了顿，战月说道：“林医生还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会那样做的，他顶多就是纠结一下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其实都在犹豫还要不要再追求小雅，可能是他爱慕了多年吧，想要真正放手也没那么容易，所以他犹豫纠结，也想着拼尽全力。他若是自信得很，也不会来找我聊聊了。情敌交手，提出来聊一聊的那个人，往往是没有自信的表现。他若信心十足，根本不会去找情敌聊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面对我孙子这样的情敌，他不慌才怪呢。行，奶奶不担心了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奶奶去休息了，明天你也不用太早起来给奶奶做早餐。奶奶打算回你大哥那边吃早餐。”战月说道：“明天是我大嫂亲自下厨准备早餐吗？不是说大嫂的厨艺很好，是奶奶更喜欢孙媳妇的孝心。没办法，家里严重的阳盛阴衰，奶奶盼了几十年才盼来一个曾孙女，过去一直只能把儿媳妇和孙媳妇当成自家孩子来疼着，怎么可能有你大哥在一天都不用彤彤下厨的？是奶奶舍不得你那么累。”“不对啊，奶奶，你明天不是让我陪你去医院体检吗？早上得空腹呢，我给你做好早餐，用保温饭盒装好，放在车上，等你体检完了再吃。”老太太一拍脑袋，笑道：“是呢，奶奶都忘了，这人呀，年纪大了就容易忘东忘西。奶奶这把年纪了，记性还很好，已经胜过很多老太太了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明天早上再和彤彤说一声，我上午不回去，让你大哥带着贝贝回公司，或者直接让你大哥休假半天带娃。”在老太太的意识里，可以请假在家带娃的人是孙子，而不是孙媳妇。孙媳妇都是女强人，工作更重要。孙子嘛，就要让他们尝尝带娃的辛苦，才会更心疼老婆，知道老婆平时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，有多么的辛苦。不要下巴轻轻，张嘴就说带个孩子有多难的，有多累的。没有自己带过娃，都不知道带娃的累，宁愿放头牛都不想带娃呢。战印兄弟几个要是知道奶奶这样想，得集体喊冤。他们当丈夫当爸爸已经非常合格的了，放眼整个管城的上流社会，有几个事业有成的男人能做到他们这种地步？别说上流社会的男人了，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工作繁忙，别说亲自带娃了，就是能多关心一下孩子已经不错。多少人连孩子今年多大，读几年级，在哪个学校就读都未必记得呢。就是普通人也有很多是当个甩手掌柜的，像以前的周红林就是那样，孩子就是他的玩具一样，欢喜了就逗弄一下，不欢喜了理都不理。周红林以前就不管洋洋的，直到离婚后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他才学着慢慢当一个合格的父亲，努力去挽回洋洋对他的那点亲情，才有如今父子俩感情不错的结果。有保姆和管家看着，也不用大哥特意休假的。
老太太说道，让他休假半天带娃，也是给他放松放松，他可以带着贝贝去你大嫂的公司，说不定你大哥乐意得很。战月不说话了，大哥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一心只顾工作的工作狂了，或许让大哥休假半天带娃，大哥是很乐意吧。于是婆孙俩就这样说定了。老太太回房休息了，战月在沙发上坐了片刻才上楼去。他往床上一躺，就发信息给曾小雅，问她睡下了没有。曾小雅很快回复他，问他有事吗？战月改为发语音信息，曾医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发信息打扰你，我正准备休息，你就发信息来了，要是再晚2分钟，我就要明天才能回复你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曾小雅问道。林医生找我了。曾小雅没有回信息，而是直接打电话给战月。等战月接听电话，他问，林学长没怎么你吧？战月说道，没有，他能对我怎么样？打架的话，他肯定不是我的对手，吵架的话也未必能吵得赢我。曾小雅好笑地问，战八少爷很会打架和吵架吗？不是说豪门少爷很有涵养的吗？我们做生意的口才肯定要很好呀，能说会道是最基本的，骂人不带脏字也要会。打架吗？不就是会拳脚功夫就会打架，没有学过拳脚功夫也能打架，就是胜算没那么大。我兄弟几个都是文武双全的。战月适时的自夸了一句，林医生叫我远离你，说你不属于我，属于他的，还说我配不上你，说我就这张脸长得好看，说我是个肯哥肯嫂的肯一族，说我给不了你幸福的生活，总之就是他很不自信，觉得我带给他很大的威胁，他追不到你都是我的错，还说我现在时不时就麻烦你，是想借机从他身边抢走你。曾小雅，战月，很抱歉，因为我和林学长的纠葛连累了你。他都向林学长解释清楚了，说这是他们俩的事，与别人无关。没想到才说完，林学长转身就去找战月了。虽然不算找战月的麻烦，但战月无端的被拉扯进来，曾小雅就觉得对不起他。战月说道，那也不算连累，可能是我最近因为装修买材料的事，麻烦你太多，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恰好让林医生看到，他会误会你和我在一起也很正常，他又没有对我动手动脚，只是说了些不好吃的话而已。没事的，我不会足在心上，我这种人的承受能力很强，天塌下来都能当成被子盖。林医生会来找我，一是感受到来自我的威胁了，二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小雅，你对林医生真的没有感情吗？他与你倒也般配。战月试探地问，哪怕试探了无数次，知道曾小雅的确不喜欢林医生，他还是忍不住再试探一下。我看你二叔二婶都挺喜欢他的，你们认识的时间也长，大家知根知底的。听说林医生开的诊所经营的也挺好的，你们俩都是学医的，有共同的话题。曾小雅默了默后说道，林学长适合做朋友，但不适合当我的丈夫，我和他的观念不一样的，真要强扭到一块儿，不会幸福，只会不停的争吵，因为看事情以及待人接物都不一样。况且我一直都是把他当成学长来看待，没有其他想法，我和他能聊的也就是医学上的问题，生活上还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。顿了顿后，曾小雅说了实话，我拒绝林学长，不仅仅是我不爱他，还因为他对我的喜欢，很大的原因是看中我的家世背景。审了杂志的，他处理感情也优柔寡断，对何小姐是欲拒还迎，这样的男人我不喜欢，不够干脆利落。他若不喜欢何小姐，直接拒绝了，并让何小姐另寻高就不就好了，但他没有，他一边想追求我，一边又享受着何小姐对他的照顾及爱慕。何小姐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家里帮他收拾屋子做家务，在诊所里又与他最有默契，于公于私他们俩更般配。
我二叔是挺喜欢林学长的，毕竟只点了2年，有点师徒情谊。在行医上，林学长是很优秀的。二婶对林学长一向都是不咸不淡呀，不算很喜欢呢，倒是很喜欢你。就是我亲大哥只见过你1、2次，都夸了你几次，觉得你不错。战月笑，曾大哥那是有眼光呀。未来的大舅哥眼光好，那他在未来大舅哥那里过关了吗？曾小雅也笑，你本来就很优秀，你们战家的男儿就没有差的，战奶奶太会调教人了，把你们一个个都培养的那么优秀。他老人家没有去办学校，太可惜了。战月说道，以前办过的，后来他老人家年纪渐大，觉得力不从心了。在我大哥接管战氏集团后，奶奶慢慢就把他名下的一些产业或卖了，或交给儿媳妇、孙媳妇打理。老太太的私人产业很多，以前海童给好友和苏南牵线时，去的那家最大的咖啡厅都是老太太的产业呢。战月这些当孙子的对奶奶的私人产业版图都不是很清楚。老太太说了，她的那些产业留着给儿媳妇和孙媳妇们练练手，赚点零花钱的，让儿子孙子都别盯着她的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我看战奶奶身体还很硬朗，精力也很好。曾小雅说道，除了那些常年劳动的老人家，我很少能看到像你奶奶精力那么好的老人家了。老太太那是90岁的人，在老人家这个队伍里都属于高龄的。那是前几年我奶奶还经常到处飞，这几年被我大哥管着才没有到处跑。也是当太奶奶了，有曾孙子缠着她，她的心没那么野了。曾小雅笑，战老夫人是个很有趣的老人家，她很喜欢。小雅，很晚了，不打扰你了，你赶紧休息吧。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我明天上午就不上班了，要陪我奶奶去体检。曾小雅嗯了一声，晚安。她没有将战月说要陪奶奶去体检的话。结束通话后，曾小雅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关了灯后躺下。随着与战月交集的次数增多，她是觉得战月很好，一开始她还有点心理负担，以为豪门阔少不好相处，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心理负担了，反而觉得真正的豪门阔少修养不错，也没有那股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很接地气，平易近人。特别是战月自己骑着电动车到处买唐师傅交代的材料时，太接地气了。和他出去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他的体验感都非常不错。这就是他不愿意听从二婶的建议，请战月假扮男友让林学长知难而退的原因，怕自己会抵挡不住战月的魅力，爱上他。虽然知道战家娶媳妇更看重要人品，家世只要清白就行，曾小雅还是没有足够的自信，还是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吧，高枝就不攀了。不属于自己的圈子，强挤进去也会很累。这样想着后，曾小雅在心里叹口气，逼着自己将战月的样子从脑海里驱除。他不属于他。战月却是心情愉悦，进入梦乡。打电话和曾小雅说了林学长和他聊过的事。等林医生去曾小雅面前说他的坏话时，曾小雅都不会多想，他就还是他温水锅里的青蛙，由着他慢慢的加大火力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一早，老太太起来后练过了太极，看着时间，估摸老大起来了，他才打电话给战印。等战印接听电话了，他对长孙说道，今天我没空带贝贝，你休半天假，在家里带贝贝吧。战印从来就没有让奶奶帮他带娃，是奶奶每天要盯着曾孙女。不过奶奶这样说了，他还是关心地问一句，奶奶要忙什么？奶奶又想偷偷溜去哪里？老太太说道，我要去医院，让老八陪我去。是了，老八今天也得请半天假，你们这些当哥哥的不要给他派太多的活。战印顿时紧张起来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老八那边人少，你不要老是跑去老八那边，他又不及我们细心，对你照顾不够周到，与老八无关，你别怪老八，你们几个都是奶奶一手带大培养出来的。
性情如何，奶奶心里有数，个个都是细心周到之人，没有谁照顾不好奶奶。老太太说道，你也别担心，奶奶没什么事，好得很呢，就是去体检一下，让老八陪我去一趟医院，找曾医生给我开几张体检单就行。站印，奶奶，你前2个月才全面体检了一次，每隔半个月家庭医生会过来帮奶奶把脉，隔段时间程医生也会过来给奶奶检查检查。奶奶的身体目前来说是没有大问题的，程医生这么快还会抽时间过来，一是与老太太投缘，2人结成了忘年之交，也是看在老一辈的交情份上，二是跑到管城来放松放松，避开催他生2胎的师傅，也避开那个爱哭爱缠人的儿子。来了管城，他自由自在的吃好喝好，又有3、5个好友陪伴，用他说的简直是神仙日子，不要太爽。老太太老脸一板，说道，我每个月都去体检1次都可以，我惜命，我想健健康康的，再多活个10几年的，看着我贝贝长大，不行吗？站印像哄孩子似的应着，行行行，奶奶说的都行，听奶奶的。奶奶就是想去和未来的孙媳妇套近乎，那点小心思站印怎么会不知道呀？那行，我上午不回公司了，在家里带娃。奶奶中午想必也不回来吃饭了吧？要我在管城大酒店给你们留个雅间吗？留一间吧，去麻烦了曾医生，总要请他吃顿饭的。站印笑道，奶奶，你和老八这热情的态度，可别吓到了人家曾医生。我看那个曾医生纯粹的很，不会想那么多的，他就是纯粹不会想那么多，才要这样做，让他想得多一点，老八表白就不会吓到他了。站印有点酸酸的，奶奶为了老八能娶到老婆，可真是操碎了心呀。少再吃老八的醋了，奶奶操心最多的就是你，你个榆木脑袋，要不是奶奶操心，你现在能有娇妻爱子，能儿女双全。站印连忙投降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吃老八的醋，奶奶饶了我吧，别翻旧账了。我如今都是当爸爸的人了，儿子已经上小学，翻旧账很丢脸。你还怕丢脸呀？你不是练得皮粗肉厚了吗？在彤彤那里简直就是不要脸呢。就这样了，你好好照顾贝贝，别逗他哭哦。站印说道，奶奶，我哭都不会让他哭的，这还差不多。老太太挂了电话，站印松口气，怎么了？海彤关心地问，奶奶怎么了？站印有点无奈的道，奶奶要帮着老八追老婆，让我今天上午休假在家带贝贝，她要让老八陪她去医院体检，其实是冲着老八喜欢的那个女医生去的。奶奶要是知道了，用脚趾头想也想得到她老人家会插手的，不让她插一插手，她能养得睡不着吃不下。海彤说道，你要是走不开，我休假半天吧，在家里带贝贝。家里是有管家和保姆，不过总要有一个主人在家里看着贝贝，哪怕保姆他们都很好，不会有坏心眼。贝贝不足2岁，太小了，没有一个家人看着，实在不放心。平时老太太没空，还有唐君业等人照看贝贝。现在唐君业等人去了阳城，还没有回来，估计要等老七和兰若若的婚礼事宜安排妥当了才会回来。不用，我待会儿交代一下老二和苏南就行。你忙你的，别太累，中午我和女儿去接你下班回家吃饭。站印搂过老婆，就在脸上透了个香，说道，咱们好久没有一起吃过午饭了，我要亲自下厨秀一秀我的厨艺，将你的胃养得更熟一点。海彤也回亲了他一下，好笑的道，已经被你养熟的不能再熟了，还怕我会走了不成？这辈子被你爱上，只能与你过一辈子了，哪里都去不了，也没有人能把我从你身边抢走。站印拥住他，感慨的道，彤彤，感觉咱们才闪婚，转眼间咱们儿女都那么大了。是呀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在转眼间孩子们都大了，咱们就老了。海彤仰头看他，站印，你可得陪我白头到老，咱们以后老了走都要同一年走，
不要像你爷爷那样早早就丢下奶奶了。战印低头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，说道：“这个我可不敢承诺，生死有命呀。不过陪你一起到老，我想我还是能做到的。同一年走，他就做不到了。我比你大几岁，肯定是我先走的。彤彤，真到了那一天，我希望你能像奶奶一样坚强地活着，看着我们的儿孙长大成人，当了太奶奶再去与我团聚。”海童伸手轻捏一下他的嘴巴，说道：“咱们现在才30-40岁，还年轻呢，不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了，我们都好好的活着，活到曾孙辈出生，上学再走就没有遗憾了。人终究一死，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，只祈求能够活到老一点，看着孙辈都娶妻生子了，也就心满意足。老天爷，你们的愿望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不说那些，咱们女儿还不足2岁呢，离她长大嫁人还早得很，就一个女儿，我都舍不得女儿嫁人，要不以后给贝贝招个上门女婿吧。”战印一想到自己捧在手心呵护长大的女儿要嫁给别人，就像割了她的肉一样难受，舍不得。海童呵呵地笑，他看向床上那个还在熟睡的小女娃：“咱们贝贝能嫁出去就不错了，还想招婿上门？有哪个男人心脏强大到敢给你女儿当上门女婿的？他注定了兄弟一大堆的，目前已经7个哥哥，后面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个弟弟。总之10几个兄弟是少不了的。”